一个浮标的好坏，在传达余讯的那个敏感度差别，就是说它的材质。这个就是梧桐木，材质很轻，然后你现在可以从它的素材看到，它跟块木完全不一样，它的密度比较松，浮力会比较高。梧桐木是一个做浮标最基本的素材。那因为梧桐木它车制起来以后，没有什么纹路啦，那我就会做成染色的方式，用染色方式来掩饰它没有木头纹路的缺点，看起来就会比较有那个感觉啦。这2棵就是纯粹梧桐木做出来的。有很多朋友他钓的地方场地比较深，他需要高负重，可能要做到3钱啦、4钱啦，比方说台中港那个地方就比较深。他们很多都是喜欢用这种高负重的浮标。为什么？同样1颗配重，2颗浮标一样大小，一样是黑檀，然后我这一颗装下去，它会沉下去；装在这一颗，它会浮上来，密度不同。那这一个黑檀不知道是底部还是上部，还是有照到太阳，还是没有太阳那边，它都会改变它的密度。每一个天然的东西，它的密度不同。分享给各位知道。你那联合，你买错东西，绝对2个木头连不起来，碰到海水还是敲到就分开了。你要用 AB 胶，这是专用的木做的 AB 胶。这种 AB 胶它很慢干，它是在木做的时候，在胶合做石膏板啦，做氧化镁板啦，还有基酸钙板，它不是有缝吗？用这个去填补它的，1:1各挖1半。那没有办法称嘛，目测去看你挖出来多少。在搅拌的时候，我会换这一种专门搅拌的东西，要充分搅拌，不然它也不会干，很重要啊。如果你没有充分搅拌，你放3年还是不会干的。然后这个 AB 胶再讲简单一点，它也叫 epoxy， 它也是环氧树脂的一种，它只是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只要它粘合好了以后。你用榔头去敲，怎么去敲它没有办法分开，这个就是这么粘。材料用对的话，可以减少很多麻烦。这个是 A 剂，它的主剂，它这个是蓝色的。你没有加硬化剂的话，它永远不会干的。加硬化剂下去搅拌的时候，它会产生热化学作用。它这个是算硬化剂的一种，它一打开就有一个很难闻的味道，它算白色黄黄的那个东西就是它的原料之一，那个油啊。放久了以后，油就会浮上来。你要用以前稍微给它搅拌一下，你不要拿同一根在挖的东西，挖 A 又挖 B， 那你沾到那个地方都会硬化掉。所以你要挖的东西要准备2次，不然有一天我们整桶都报废掉。从这一个粗胚要车制一个外形，真的没有什么，完全不会的人，只要教他怎么弄的话，他可能车几个以后就上手了。最难的就是在涂装的部分，因为你每一次的涂装，基本上做一次涂装，那做下一道，等到隔天，第1道的漆干掉了以后，你才能抹那才能再施做第2道。那第2道就跟着施做以后，你又要等让它干。在我来讲，最耗时就是在上漆的部分。第1次的用的材料就是要防止木材附油，简称叫头镀漆啊。一般大家都是知道2度底漆，很少人知道头镀漆的东西。它就是在防止木头里面的油脂渗出来。那渗出来以后，不管你后面加什么漆，它一定会从里面附着力会减少，整个漆会剥落，变成一个红污啊。因为有油嘛，漆跟油没有办法密合的时候，整个都会坏掉。这个很重要，高级的木材里面一定会有含油量，多寡而已像块木黑檀还有黄花梨里面一定都有油脂。那你有油脂的话，破坏表面的漆。那第1次一定要用这种漆去将它的油脂锁住在木材里面，然后你下面在涂装的时候才不会失败。它是1:1 A 剂 B 剂 ，B 剂它是一个硬化剂 ，A 剂是主剂。利用硬化剂来控制里面这个材料，让它分子结合，加速它的硬化，然后调出来的浓度可能会太浓稠，你可以加点香蕉水稀释它。注意香蕉水不要说随便买个200-300块的香蕉水，那种纯度都不够。
尽量买高级一点的香蕉水，大概多个100-200块，对你的品质非常有保障，这个是很重要。那一般汽车做烤漆的，他们用的香蕉水也是纯度都蛮高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那不要省那100-200块。你今天这种漆2000多块，你何敢用的？去在乎那100-200块的香蕉水真的用笑死人，纯度比较高，它不会破坏这个茶的性能啊。再来，比方说你要在不良的天气之下，空气潮湿之下，你做出来的东西它会白化，就是水汽还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发挥掉，整个会白化掉。所以香蕉水真的很重要这是我从事油漆喷漆这个行业好几十年的经验所以我很在乎这个事情。好的香蕉水闻起来很香很顺，差一点的香蕉闻起来很辣，那个味道都很不舒服的味道。差别就是纯不纯，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用好一点的香蕉水。最少等级你要用这种牌子叫国龙牌，它也是多用途香蕉水，这个算国内这个香蕉水的品牌来讲，也算是很高档的啦。当然还有更高档的，但是我底漆用这个就够用了，不一定说用到最顶级的。基础的第一道墙先给你做起来，它有防水效果、防油的效果，但是这样一道还不够啦，因为你整个浮标你泡在水里，今天出门去钓鱼，万一这个浮标你连续在外礁、在外岛、离岛，你可能用好几天你整天都泡到水里，你防水做得不好的话，万一进水，那个准度就会跑掉。所以它是做有防水效果，但是第一道而已。那第二道，这个叫做2度丙烯，也是同品牌的它 AE 是要2:1如果它用50公克，这个就要用25公克，然后去融合起来。木头都有毛细孔，它可以填补木头的毛细孔。再来，它还有第2道的防水功能。有些地方它会有空气存在以后会将漆撑破，撑破过程有一个空洞，虽然是很微小但是也是会进水，时间多寡而已。防水墙基本上至少要2道以上。为什么我一直在这样强调？浮标你要装配重，你要装那个中心孔，外面一定很简单可以积到漆嘛。那浮标里面它一定有孔，装孔就是要装塑胶孔装配重孔。然后你在钻洞的时候，那些东西你不注意的话，就会从那边进水。本来是3B 了，变成0号了，再过几天变成00号了，可能再过几天就4个0了啦。一直吸水越来越重，它就会一直沉下去。而且还有些浮标的涂装，它可能它的漆比较脆，碰到胶盐碰到消波装破损破损它会从那个破损的地方吸水，它也会失真。基本有做这2样，碰伤了以后进水的几率比一般市面上还少。不是说不会，我不敢保证说不会，但是那个机会很少。我是觉得值得啦。日本人做事比较一板一眼，他不会给你偷工减料。他今天敢卖你这个价钱，表示他一定有他的价值存在。漆的部分很重要，便宜没有好货嘛。浮标经过这2道防水以后，我们要做配重，做好了以后，是不是要漆这个白色的漆？它是属于软嫩的韧度。浮标你去碰到胶盐蜡盏，它会凹陷，这个漆它不会掉下来，它跟着凹陷下去。所以这个漆的附着力，跟它所谓的这种软韧度，非常适合做浮标。缺点，它那个遮盖力很差。所谓遮盖力的是说，人家也许1次2次就做得很漂亮了，不好意思，这种白色的漆，遮盖力真的超差的，那可能要3次4次那我基本上我都做4次来当荧光漆的底色。荧光漆底色的话，我今天就用国内这个品牌，这个品牌算国内最大厂，叫永保新涂料。这是它附的硬化剂，它不是满满的它大概只有1/3，1加仑配1/3的硬化剂，这样算1组。1/3怎么去抓？最好的方式是用称的，这2者之间一定要充分搅拌融合，不然你会造成一个后果，它永远不会干。如果你光用这个1年还是年的，没有硬化剂催化它永远不会干。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它有一个专用的容器，你买它这一组才700块，那你记得你不要用香蕉水哦，它是有专用的调和剂。然后看永保新调和剂，化学来讲它是2甲苯，但是它纯度比较高，味道也不会说很呛辣。它的专用调拨剂一定要用它的。你不要说我有买香蕉水就加香蕉，当然加香蕉水也可以溶解，但是它会破坏鸡里面原料的素质成分。一定要用它的专用调拨剂。做什么要像什么啊？不要说青菜你就会造成很多莫名其妙不该有的事情都会失败。荧光漆是用这个连锁调漆类险日本进口荧光涂料啦，不要小小看这一样一瓶，这样才花1000块，这张才花2000块。这种荧光漆一定会沉淀，那你要喷的时候一定要去搅动它，不然它那个荧光粉会往下沉淀。如果你这样倒出来用，荧光效果会非常差。那搅拌一下，让它沉淀的东西充分混合，这个是很重要的。喷荧光漆以后，它变成雾面化，荧光漆变成很怕沾东西啊。一点点脏的话，你喷的荧光漆就前功尽弃了，你要洗掉再重喷了。那怎么办？喷好了以后等它干，就用2度底漆，甚至用面漆、亮光漆，当然都可以啦。我是习惯用2度底漆的，因为用亮光面漆，我是要画的话，它太光滑，它附着力变得不好，薄薄的一层就好，调稀释一点，不要太浓，盖住荧光漆，当一个保护层。这个线有画龙点睛的效果，我们一般讲水线，就在水里面，那个水大概是在这里嘛，我们在讲水线，画这个水线会增加它的美感。这个是日本品牌，绝对记得不要随便买油性的，这个针笔一定要用水性的。为什么？因为水性的话，你让它干了以后，用油性的漆包起来，它不会产生什么溶解的状态。如果你用油性的话，对不起，那你上面那个透明漆也是油性的，它会溶解，那整个都糊掉了。水性的话，它比较稳定啊，有一个缺点，它比较慢干。你这个漆有上过好几次了以后，那你用那个水性的话，吸附不进去，它只能等自然风干。画完线以后，基本上我会隔天水性让它干掉以后，手还是不能去碰到它。干了以后，我会再用2度底漆，也是薄薄的，再给它喷一层，防止手去摸到。2度底漆薄薄喷一层，基本上你所有的毛细孔都已经被2度底漆填满了。怎么说？第一次用头度漆，第二次就是用2度底漆在填。然后你再做白漆，做好了以后不是喷荧光漆吗？喷好了以后，保护荧光漆你要喷一道2度底漆，2度底漆等于2次了。你画线以后，你要再给它喷2度底漆，基本上所有这个毛细孔真的都很饱满的。亮光面漆、透明精油，我所有的材料都是 ABG， 也是2:1。亮光精油喷上去，大概半天以后，再给它喷多一层，喷2次以后，外面这个亮度会更亮，更耐撞击了，因为漆厚度够了。那你在使用时去那个胶原区啊、抛头啊、碰到石头啊，增加它的保护性，而且会更亮。那你在海边、在水面的浮标，颜色就会特别显眼，你的目视性会很好。一颗浮标如果不要流走的话，可能用个N年也说不定吧。我有很多浮标都是用20-30年的，真的要有那个耐心啊，耐心做出来的东西啊，你会有成就感。所以我在做浮标，真的非常快乐。我不将它当成一个行业，我将它当成一个兴趣。其实我自己的东西我都有在用，是使用回来以后有缺点，我就马上改进。所以精益求精啊，我只是一个诗人，一个很喜欢做自己的事情的所谓的手工工作者。今天很高兴啊，有这个机会让我说出我心中放在心里的话很久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就用运动员那种拼斗的精神啊，拼到现在啊，希望能再延续下去啊，完成我想要传承的心意。做到的时候，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